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不知尔主能懂否？陛下，陛下乃有道天子，岂能行无名之兵啊？兵者，凶器也。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徐亲亦是久经乱世，当知天下黎庶，苦分崩久矣。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？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，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，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，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，是农人能安心耕种，匠人能安心做工，商贾能安心经商，士人能安心学习的事。是勤劳可得富贵，良善能行天下，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节。这是朕要的，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，更是天下人要的。陛下圣明。以徐卿之见，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？陛下，老臣昏聩无能，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，依君父以忧惧，依国民以祸哉，请陛下治臣之罪，明正典刑。国难当头，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。臣上了年岁，人老较多，请陛下恕罪。宋国厉兵秣马，群臣惶然，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。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？臣有上中下三策，为今之上策，请陛下清理土地、军民、钱粮，造册明白，据30州之地，已归宋国，使宋主兵不血刃，抚定江南。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，却不知中策、下策又如何？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，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。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，提调龙翔军，溯流而上，乘袭不备，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。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记，失了龙翔军，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，亡国之危顷刻眼前。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，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？下策便是割让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，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。为何是江右诸州？不应该是润州、常州、苏州吗？割地以联吴越，陛下早就想过了。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？几十年来，两国交兵，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。你来我往多少年，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。朕想着，若是那吴越肯要，索性就便与了他。
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？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。此三州一旦失了，吴越兵船逆流而上，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。届时，宋军在西，与我大军相峙。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，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所以老将军才建言于朕，要割让江右诸州。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县。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。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，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，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，尽可坐收渔翁之利。退一步时，坐观成败之机。老将军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。老将军不要谦虚，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，兼奉化、镇南两军节度使，出使吴越，效孙刘之故事，成两国之盟好，共抗保宋。国家有难，老臣勉力而为。这李元清又来了。是涉两国邦交，该有的礼遇不可废。大郎提姑去见见他，看看他有什么说法。见机行事。懂。儿臣李惠德。贵主欲与我王盟誓。正是。吴越国有定制，前世亦有祖训。勤修共事，尊奉天子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贵主之情，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，老夫领教过了。这些场面上的话，便不必再多说了。左右此事，大郎君也做不得主。郎君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。请太尉试言之。若能相约为盟，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，再割江州、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，以示盟好。太尉，当我父子是傻子了？此事成就与否，皆需你父王定夺。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。若是庞氏，确需父王独断。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，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，万万不能。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，盟约之意，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言之。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？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，盟约之事或许能成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他天生痴傻，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？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，堂主却未必。大郎君，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。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，为了筹募龙翔军损失，府库存粮弥耗一空。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，大多流入吴越州县，
前后击达15万之众。民为国之本，更是税之源，失民则失财。接连5年税赋锐减，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，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。诚如相公所言，如今的南唐国中，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。俗谚有云：“上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”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，不过障眼法罢了。儿臣真正想要的，其实是崇明镇。崇明镇，名为军镇，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，地处海口，大多数皆为浅滩，四周海路、航道虽宽阔，却过浅，只能行些小舟走蛤。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，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。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，便是以崇明为界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。崇明以西，只有江船能够通行；崇明以东，只有海船能够通行。崇明，鸡肋之地，吴越要之何用啊？于军事或许无用，却可以用来屯粮。为何要在崇明屯粮？大唐不曾领过兵，若要北上取江东3州，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，在固郡沙屯粮，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，既不得用不说，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，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，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。崇明屯粮，为的不是江东3州，对吧？是。父王明鉴。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，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。你去要，他便肯给吗？儿臣去要，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。然则若阿舅去要，说不定是肯的。哦，老太尉可想清楚了。300万斛粮米，化世仇为盟邦，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。邦交往来是用国礼，便是当今前王，昔年共谋和议，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。郎君参政相府，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，罔顾国事之重，可是前王之意？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。南唐君臣割据称藩，裂土分国，违逆天命。我王所不取也。所谓邦交，纯系笑话，又何能有严厉之词？300万斛粮米之意，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，奔走辛劳，颇为不易，故有此问。依大参所言，此非前王之论。纵使成约，亦不过是私相盟会。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？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。若此事可允，某自当陈情，促成盟好；若此事不得允，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。当年与程昭岳对着，前王屈尊，亲为庖厨，久猎余香，沧海桑田，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。程佑其实年少，听闻
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，若无太尉，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。这说起来，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。足下贵为吴越元舅，浙东盐铁副使。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，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？前世有祖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若吴越与南唐盟约，昭示天下，以抗宋主，这等事情，别说江右6州，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，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。有些事啊，说得，做不得；有些事却是做得，说不得。前王什么都没做，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。宋主虽是行伍出身，却也不是个傻子。足下的意思是，白得江右6州，前王不敢，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，共抗北朝，前王是敢的。太尉容禀，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，限于祖训与统训，吴越皆不能允。反之，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，这生意嘛，却还是做得的。却不知若如此，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？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。缺兵，缺粮，缺银卷，缺金帛。吴越有的，大唐都缺。吴越有祖训，虽一兵一卒，不能外借。那么，除了兵卒之外，其余皆可借了。若太尉问的是吴越，有祖训在，都不能借。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，向黄龙社借，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，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。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，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，正好当家。既是生意，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，黄龙社都做得。只是老夫现下没钱，这生意可还能做得？没有现钱，可以抵押袋子吗？却不知以何物为押？晚辈听闻，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。崇明镇，吴越要崇明镇何用？陛下，所谓崇明镇，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，名曰固郡沙。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，驻兵一队50人，为海口哨警之用。先帝以其鸡肋，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。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，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。启禀陛下，
顾俊沙并非无用。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役诸务，与开京、平安京、暹罗等地往来海贸，船队皆自顾俊沙出海。黄龙社船舰精利，把持海路，几十年来多有举语。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，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。太尉的意思是说，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。陛下，海上之力成后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宋主兵危，则是迫在眉睫之险。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，割崇明沙洲与吴越，取其良资之力啊！陛下，崇明之力，非指海贸一事，其地扼守海口，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，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，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，还有江阴军、镇海军、常州左右乡。一旦吴越兴兵北向，是偏师从海路攻我。其实，宋军在西，吴越在东，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，长江天堑，恐不复为我所有。陛下，海船吃水深，江船吃水浅。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，浅滩暗流，十之八九是要搁浅。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，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，便是此理。太尉啊，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？启禀陛下，不是前王，而是黄龙社。自契书约定之日起，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、常州军、江阴军的粮秣、军资、甲仗、银券、金帛赏赐，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。陛下，此乃亡国之策。孙大师啊，檄文虽由秦淮社与黄龙社签订，所约却皆是国事，望前王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，遵约谏约，切勿相负啊！内汉宽心。自今日起，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，不论饮食、衣帽、甲械，绝不让众将士受积馁寒孤之苦。这弦乐过后啊，某在此处设宴，款待盟邻，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。诸军之袍泽，便是在下之袍泽；诸军之饥寒，便是在下之饥寒。诸军但有所求，只管来寻我黄龙社。杜太尉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来，杜太尉啊，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，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。咱们黄龙社，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，当真是苦之久矣。哎，不必理会李元清那条老狗。裴云、常建都那般人，都是疯子，说不得人话，做不得人事。大事若有所营生，只管来江阴寻杜母说话。
江面上的尸体，杜某可当得半个家。这泰州的盐麻，常州的稻米，在平安京那是卖的极好的，走一趟，能有3、5倍的利呀。承蒙太尉不弃，多的孙某不敢许，但1成5的利，太尉还是当得。才1成5啊！怕不是我想差了，1岁2、3万银绢的出息啊！1岁2、3万银绢，能有这许多？海贸之利，原就是如此。李元清这老狗，这几10年下来，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。哼，那不至于。海船不能入江，江船不能出海，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。秦淮社的江船多，黄龙社大都是海船，江面上浅滩多，生怕搁浅，不敢轻易进来。包在某家身上，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，渔出来的63艘货船，单个尽属于你。某是讲究人，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。来，既然如此，太尉，孙某便谢过太尉。干！王师南来，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，关节点在采石矶。河道上的船行得慢，许多时候是要靠潜伏的。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，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。江都一旦增兵，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。大伯父说得是，孤儿录取江阴，不可明知正兵，只能偏师夜袭。是以此番取了崇明。正是。有崇明屯粮在，必不使江都之军有积馁之苦。如玉先生，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。魏王前去，臣之本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。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，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。诺。